美纪，一位连载漫画家，目前正创作关于失恋与美食的漫画。为了搜集灵感，他不停打扰身边的朋友，如今甚至开始在街头寻找素材。今天，美纪来到了许愿树下，树上挂满了牌子，其中大多数都是对未来的祈愿，想和另一半白头偕老的。在这找分手的人真头疼。他叹了口气，朝许愿箱走去，拿出硬币扔了进去，希望能遇到一段难忘的失恋。美纪还没睁眼，旁边来了个年轻女生，女生先丢了个硬币，接着又塞了张纸钞，想了下，索性把钱包钱全扔了进去，然后使劲摇晃铃铛许个愿。美纪觉得自己可能失恋了，真是不经意间好事多磨。许愿后的美纪在周边等着，等女孩走后，她偷偷跟上。女孩先是走进一家金鱼店，接着来到一家小食堂门口，停留一会之后走进去，选了个最里侧的座位。失恋遇美食，有点意思了哦。激动的美纪急忙跟进去了，听到那女孩点了份味增青花鱼套餐，她也点了一个相同的。失恋的青花鱼女孩也来尝尝这味增青花鱼。盯着你看似乎有点不礼貌，抱歉。还好这时候服务员正好送菜来，这让美纪少了些尴尬。女孩刚要动筷子尝那美食，美纪却开口说了一句，显然是分手了。美纪的餐也送上了，主菜是份漆黑的青花鱼。女孩低声道，这是阿优最爱的，每次阿优到他家，他都会根据各种食谱尝试做美味，只为让阿优尝到上次更美味的煮青花鱼。为此他特意买了最高级的酱油和味淋，连锅子都换成新的了。他这么想着，他和阿优应该算是在交往，我们已交往快1年，一起享用过几次味增青花鱼，但他始终没向我求婚。想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故事的美纪带着自己的水杯挪到了女孩同桌，女孩继续谈论她和阿优的事情。她向阿优提出考虑结婚的事。第二天阿优就带着花来约会，她没料到阿优是来祝贺她的，送来祝福的不只是鲜花，还对她说新婚快乐。这事实在太荒诞，连见过不少爱情故事的美纪也忍不住大吃一惊。原来只有我以为我们在一起，他经常来我家，我们还一起出去玩过。这样看来我们应该算是在一起了吧？他算我男朋友对吧？应该是的。女孩接着说道，因为反正2个人迟早要结婚，所以旅行费用是他付的。美纪动起筷子尝起来，这黑色的味增青花鱼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简直好吃的让人吃惊。黑酱底下藏着的是雪白鱼肉，一口下去就让人念念不忘。看美纪吃的那么香，小妹也尝了一口，哇，这是何等的美味啊！青花鱼的鲜美充满口腔，鱼肉既鲜又多汁，汤汁咸淡恰到好处，觉得只蘸味增酱就能配大碗白饭。这时候的女孩似乎把失恋的郁闷抛诸脑后，完全投入到那美味的青花鱼料理中去了。鱼肉与调味酱的搭配刚刚好，感觉人生就应该像这料理一样，应该还会遇到更美好的恋情。一顿饭的时间，女孩好像重新振作了起来，她主动提出这顿由她请客，以感谢美纪的聆听。但她忘了刚才的许愿，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啊，那我付吧。不，怎能让你付呢？我可以画下你刚才描述的作为交换吗？美纪一回到家就开始忙于工作，而画的同时她也在思考。女孩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了钱包，她到底有什么愿望呢？原来女孩当时的意思是希望阿优每次想送花给女孩子时，忍不住要打喷嚏和流鼻涕，让对方觉得既滑稽又恶心，最后还被女生狠狠地甩了。但她最终把钱包里所有钱都扔了进去，还希望花束的花朵数量让阿优感受相同数量的口疮痛苦。得说这招真是太狠心了。她吃了味增的青花鱼后，又回到了许愿的地方。我要撤销我之前的许愿，不带给阿优不幸也没关系，因为我肯定能找到幸福。美纪本来可能不想只听大家谈失恋，而是希望建议大家从失恋中重生。如果爱情是甜的，那失恋又有什么味道呢？美纪这位漫画家正创作一部漫画，目的是记录大家失恋时的感受，会用什么味道来缓解？明明世界上恋爱的人多，失恋的也不少，可美纪在大街上四处搜寻，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漫画素材。她逛遍了各个角落，包括餐馆和小酒馆，甚至上次见到青花鱼小姐的老树下，也没发现有失恋的人。无奈之下，她走进了一家花店，跟店员说想买一朵摆窗边的普通花。看着店员小哥犹豫不决，她问道，你这儿有没有适合失恋题材的？看来美纪找素材确实挺难的。晚饭时分，她来到了一家叫鸟市的居酒屋，准备跟朋友小酌一番。店里的鱼类菜肴种类繁多，而烤鸡肉串也颇有名气。大概在这儿找不到什么失恋的话题吧。美纪四处看了看小店，注意到之前门口那位男子现在正坐在她后面。这次我的婚约告吹了。婚约取消就这么回事？取消婚约不就是失恋吗？真是费尽周折找不到，却轻而易举得到了。美纪没想到一顿烤串
竟然还能觅得漫画灵感。这个男人真是遇上了高级版的失恋。因为订婚告吹，得取消已经定好的婚礼场地，还得逐一告知宾客取消婚礼。分手后，他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公司的主管，原本想请主管在婚礼上致辞，现在计划全落空了。他只好请主管吃饭表示歉意，为的是让他不那么难过。主管提议再来2杯啤酒，又加了丸子、五花肉和葱烧鸡肉串。美纪听后也点了一样的。解除婚约是他提的吗？我觉得我们相处挺顺利，正当我打算求婚，他却感觉有点不对劲，就是不对劲。他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不一致，因为这个分手了。这大概是最典型的分手借口。男生回想起女朋友不喜欢他选的礼堂风格，还有很多地方感觉怪怪的，但说不出具体哪里有问题。最终他们像平行线一样无法相交。此刻鸡肉和大葱正在烤制，火焰烤的鸡肉发出滋滋的声音，和大葱的香甜味混合在一起，烤完后蘸满了调味汁，使烤串更加香甜粘稠，一尝就给大脑传递好吃2字，无论是猪肉还是鸡肉串。老板对这位男士说，烤串圈有这么一句话，串3年烤1辈子，关键是要准备充分，要把串穿的直又匀，至少需要3年的功夫。烤串技术真难，得一边跟炭火斗智斗勇，一边慢慢烤，只有不断的试错，才能把烤串烤到完美。生活也是这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最终都会成为人生的养料。听了主管的话，那男人觉得手中的烤串似乎更香了。他决定不再生气，而是把这事当作人生的一课，继续前行。拿到素材的美纪，这顿饭吃得特别香。饭后在门口遇到那位男士，他告诉他自己正画一部关于失恋的漫画，想把他的故事作为绘画素材。而主管之所以能说出那样有深意的话，是因为他年轻时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不同的是，他不是分手，而是结婚前新娘消失了。他领导带他去了烤串店，说了这么一段话，看来人类的感情都是共通的，也希望上司的话能持续影响下去。你失恋后吃美食心情有变好吗？漫画家美纪再画一本新漫画，以失恋后吃的东西为主题。毕竟恋爱的人很多，可能是因为谈恋爱时太显眼，但失恋总在默默无闻中发生，难以察觉。为了搜集创作灵感，美纪甚至翻遍了街边垃圾桶。她最想的是经历一次惊天动地的失恋，甚至走进了一家算命店，花了5000日元请人占卜情感。遗憾的是，这笔钱公司是不报销的。仍一无所获的美纪，随后走进了一家卖大葱烧的小吃店。她一口咬下满是辣椒的馅料，顿时脸红彤彤。可能因为加了鸡蛋，所以每一口都特别有嚼劲。这时她忆起了自己漫画的主题，是失恋还是好吃的？那餐厅里肯定能找到些灵感。身后的老人应该不是，这桌聊得热闹的女士可能也没失恋。角落的2位女士似乎有些端倪，吃完了就振作一点吧。看来是前辈用失恋饭安慰晚辈的。那个失恋的女孩叫未来，前辈带她来这家店的原因是受到了花店小哥的启示，因为大葱花代表笑容和坚韧不拔。为了让未来开心，前辈说喜欢看她笑的样子，没想到却不小心触到了她的伤心处。未来透过铲子的反光看着自己的模样，想起前男友曾说过同样的话，思绪飘回与前男友的各种时光，觉得自己如果够可爱就不会被甩了。然后他从烤盘上挖起一块大葱烧，那9条大葱既鲜嫩又多汁，光是闻那香味就觉得美味极了。关键是吃着美食的时候，完全把前男友抛到脑后，这正是美食的最高级治愈力。走在回家的路上，笑容很容易会出，但如何展示不屈的勇气呢？得到同事的同意后，美纪决定将未来的故事绘制出来。前辈在餐桌上不停地安慰未来，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花朵，可以为他人带来笑容与力量。即使他嘴角还粘着大葱，他的笑容仍然令人感动。没想到这一笑让未来忘记了忧伤，哈哈，笑了起来。为了给美纪找更多素材，出版社的另一位员工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搜集了不少蔬果花朵的信息。但相比这种方法，不如出门逛逛，或者谈一场热烈的恋爱来丰富经验。55岁的质子原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进那种专卖老年妇女服装的平价小店，但一天因忘记买长筒袜，在店门口多停留了会儿。老板热烈推荐了这个，就选这个了。感谢光临。他没想到这么便宜，还这么舒服和暖和。从那以后，质子就成了那家店的铁杆粉丝，并意识到自己真的变成老阿姨了。但他并不感到难过，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好像卸掉了身上的担子，能更自在地谈论更年期的话题。他忽然觉得做个老阿姨也挺好。可恶！然而这天，一份普通的体检结果却打乱了这欢乐。复查后，医生说他得了子宫内膜癌，幸好病情还在初期，只需手术就能康复。
算是幸运中的不幸。她轻描淡写的把这事告诉家里人，家人一听消息就急了。她丈夫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声智子明白她向来寡言少语，虽然她真希望她此时能和大家一起紧张。入院那天，她又整理了家，还写下了需要注意的日常事项，比如周一和周四得扔可燃垃圾，洗完澡记得开换气扇。这一切安排妥当，她便自己去了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但智子心里还是提不起劲。她的病理报告可能有2个结果，最糟的要化疗半年。她故意说后天自己坐车回家，想试探多年的丈夫会不会关心，结果他依旧木讷，连句关心的话都不会说。智子也不知道怎么向他撒娇，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回了家。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怪味，一看到那满屋的混乱，她几乎崩溃。这也太不像家了。无奈之下，她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开始收拾。丈夫却只关心晚饭能不能简单点做，完全没打算帮忙。朋友来看她，完全显得丈夫逊色多了。不可以，不可以，你刚从医院回来，别抬重物。其实智子的朋友正在考虑分手，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但智子更担心的是离婚财产怎么分。女方的份就是把家里的存款减掉丈夫婚前的财产，然后平分。虽然离婚后朋友能拿到1000万日元，但单身每月花费15万，她到退休还有10年，即便做点兼职赚钱，其他只能依靠存款。这样一来，退休时基本上没钱了。朋友的情况让智子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但是一查看她和丈夫的财务状况，发现因为最近的大笔支出，手头的钱不到200万日元，她就不敢再多想了。离婚不是小事。事实上，事情并没有智子想象的那么糟。通常生病时，人们容易往坏处想。最小的女儿美子也察觉到，大家都忙于工作，忽视了对母亲的关心。她已习惯依赖智子，因此周末和家人一起庆祝智子出院，给智子一个惊喜，连丈夫也请晴子来帮忙做饭。本以为派对能愉快进行，但有一道是智子昨天剩的，可能因生病，所做菜味道差，大家却都夸赞好吃，只有脸色难看的丈夫不停加调料。这个行为彻底点燃了智子最近的积压情绪。原来丈夫让母亲晴子来做饭，只是因为智子做的不好吃。他本打算就这样离开，但晴子坚持让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憋不住的智子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他说家里的一切大家似乎都默认应该由他来承担，他也觉得那是自己应做的事，并不是讨厌做家务，但他毕竟不是机器人，也会老会生病，体力也会变差。如果老公每次都不回应我说的话，我真的会感到很伤心。家里还有2个女儿，一个虽想节约，却总是让家里承担开销；一个女儿已嫁人，却每天都从家里拿东西。年迈的晴子妈妈还得出去工作，真让人担心，从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生病时不吐不快，只会让身体更难受。晴子觉得这很正常，毕竟每个家庭都有这种矛盾，一旦习惯了某件事，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出错。矛盾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指正错误，以便家庭更和谐。24岁的美子突然冒出一个大胆想法，想要买座独立的屋子，再领养一只流浪狗一起生活。为此，她专门向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姐姐贞子咨询，希望姐姐能给点意见。听过后，贞子也没多说什么，只建议她先用10年攒够1000万日元。但美子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对于存大笔钱没什么概念，尤其是她刚工作2年，月入2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万3的情况下，在同龄人中表现还不错。但现在她只剩下30万日元存款，因住在市中心，开销实在太大。例如房租1个月就是9万8，这和我们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每月大部分工资都交给房东了。除此以外，生活还有其他固定开销，很多时候，因此想存钱，有些看起来必不可少的东西，其实并非那么需要。如果你也这么感觉，不妨试看这部剧，跟着梅子学习，说不定能让你有新的存钱想法。事实上，直到不久前，梅子也没这个意识，每日都在自在地享受生活，过得既精致又满足。她以为自己最终会和交往3年的男友结婚，辞职成了全职太太，不用再为将来的幸福发愁。然而2件事促使她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公司有位深受她敬仰的前辈，总是能预先准备好大家需要的东西，但有一日前辈突发中风，大家急忙呼叫救护车。后来从同事处得知前辈辞职了，也有传闻说是被解雇了，有人甚至在聚会上用他的年龄开玩笑。梅子纳闷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对待一位对公司贡献良多的人，连她男友也认为职场这种事很常见，劝她别放在心上。后来的一天，那位前辈找到了梅子，他说离职是自己的选择，他身体一直很好，自己倒下时最吃惊的是他自己，所以他在住院期间思考了许多事情，
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想到未来几十年还得这么过，就会觉得人生缺了点什么。他想探索那条未知的路，看看会不会有新奇的发现。这是梅子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追求什么。直到遇见了一个允许免费领养小狗的团体，看着那些可爱的小狗，梅子想起了童年的一段悲伤记忆。生日那天，父母送她一只小狗作为礼物，她发誓要用一生守护这只小狗。有一天，妈妈在扫院子时，狗狗偷跑了出去，她责怪妈妈没有好好看着，但其实照顾它的责任是自己的。找到时，小狗已经去世了。想起这件事，心里仍然很痛。看着这些没人照顾的小狗，现在自己还没达到领养的条件，因此梅子发誓要努力存钱买房。大家再等等我吧，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她听从姐姐的建议，花3000日元参加了一个很热门的节俭讲座。这绝对不是什么骗局，讲师只要大家理解今天的主题就可以了。8意味着每月存8万日元，每拿到一次奖金就再存2万。你会惊讶地发现，一年能积累100万，10年后你的存款会达到1000万。现在你可能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梅子也这么认为。不可能，主要问题是怎样月存8万日元。首先从固定支出分析起，很多你认为必须的开销，其实并非必须。至于具体怎么操作，这集就讲到这里。还有，知道梅子可能做不到的奶奶也来了。她对梅子说，如果月存8万做不到的话，尝试每天存100日元，这样1个月就有3000日元。关键是要保持，可能比你想的还要难。实际上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可能是因为要迟到而忘记，也可能是因为要早睡，但只要你能坚持，那就恭喜了，你已经养成了好习惯。梅子总是这样，坚持了整整1个月，看到那3000日元满满当当的时候，内心充满了一股小小的成就感。他这才明白小时候奶奶对他说过的话，因为3000日元的不同用途，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1个月的尝试让他意识到，并非要留在最初喜欢的租房，而是决定搬回稍远的家中居住。这样一来，原本看似无法削减的固定开销就减少了。77岁的晴子突然萌生了想去工作的念头。她回忆起年轻时曾在百货公司工作，擅长接待顾客，但负责面试的大叔因他年纪过大而婉拒了他。对于这一结果，晴子感到非常失落。她不明白招聘广告上不是说欢迎老年人吗？她心里清楚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家庭主妇，重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确实很困难。当然，她并不是因为生活的窘迫才这么做，而是因为一件小事，让她突然认识到自己余生可以创造什么价值。那一天，她女儿智子诚心诚意地请求她，说附近的家庭主妇希望跟她学做几个年夜饭菜，想亲眼看她做教程。于是她把自己煮黑豆的秘诀分享给了大家，受到了众人的赞誉。我还是头一回吃到这么好吃的黑豆，跟店里买的没两样，还被女儿硬塞了5000日元奖师费。晴子拿到钱后非常激动，感觉心里一暖，深切感受到生活的活力，把这钱记在养老金之外的账户。这种事真是好久没遇到了，这钱是辛苦劳动得来的，也证明了他在社会的价值。所以他突然很想在77岁高龄再证明自己。虽然现在很幸福，可能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住在附近的中年大叔小森用自己失败好几次的经验来安慰他，人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晴子作为家庭主妇，支撑了老公数十年，还将儿子养大，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晴子特别喜欢小森的这些安慰话。他们在卖蔬菜种子的市场相识，大家都叫她奶奶，只有小森开玩笑叫她晴子小姐，因此她决定不轻易放弃。这样一来，想念的心情更深了。她最近常回忆起年轻在百货公司卖手帕的日子，向顾客推荐合适的产品，看他们高兴的离开，那份小小的成就感能让她开心一整天。了解奶奶想法后，梅子也决定全力帮忙。她通过同事的帮助，找到了一份不限年龄的招聘广告。第二天，他们一起去面试。与之前几家公司不同，这家店的面试官并不太关注晴子的年龄，而更关心她为何在这岁数想要重新工作。晴子回忆起刚开始工作时的第一份工资是8000日元，那时候一碗拉面才50日元。后来嫁人做了半世纪的家庭主妇，当然她对这段生活没有任何遗憾，仍感自豪。对于77岁的她来说，接下来的生活该如何度过？晴子选择重新投身社会工作，她认为自己仍能为社会贡献力量。虽然现在什么都能买到，但精品依然难求，所以她希望在工作中尽力向顾客展示真正好物的价值。听到这些，员工们也感受到了，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有些事只有像晴子这样的人才能表达。因此她有机会1周工作2天，但需要家人同意。好好考虑一下吧。晴子很理解家人的顾虑，也非常感谢他们，但她说如果提前知道只剩1年寿命，
且跌倒后难以站起来，自然就不会勉强去工作了。现在我还挺健康的，不知道能活多久，毕竟人的寿命无常，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开销。虽然手头还有点积蓄，但要是将来需要请护工，这些钱很快就会用完。我现在只能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尽量不给家人添麻烦。家人同意之后，晴子为了答谢梅子的帮助，还告诉她想省钱就得记账。她妈妈也是这么做的，把每一笔支出都记清楚。正是因为家里有账本，他们的生活才没那么困难。受此启发的梅子决定做出改变，她和交往3年的男友说了分手。为了实现目标，她要开始努力存钱，工作要加把劲。现在不能只想快乐，最关键的是，她的未来计划里没有他。一直感谢有你。29岁的贞子拥有令所有家庭主妇羡慕的省钱技巧，只靠月入28万日元的丈夫，扣除房租和杂费后还能节省下不少，每月能存6万日元，再加上年终奖，1年就能攒下100万日元。贞子自有其节省的小技巧，每当老公发工资，她就会先提取4万5千日元，然后把2万日元伙食费换成新钞，再把它均分成5份，每份放进一个信封，每周取用1份，第5周的剩余就买调味品。另外，使用新钞也是省钱的一个方法，例如你钱包里有张新纸币，就会尽量不想用掉它，用这种舍不得花新钱的想法来节省。虽然还得养个女儿，但贞子的节俭生活在别人眼里也满是幸福感。就在这一天，贞子的密友小春跟她说要结婚了，告诉她的同时，还邀请几个好友一起去吃午餐。她瞄了一眼那3800日元的午餐套餐，起初有些犹豫，但一想到没超预算，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餐桌上，这时贞子才发现小春找了个有钱的男友，连求婚钻戒都值300万日元。她自己的10年人生目标存了1000万，最多也就能买3枚。她看了看手上的，不由自主地收了回去。而且不止这些，小春的男友父母还为他们置办了一套2亿日元的公寓，管理费每月就要10万。但对贞子来说，这个费用已经比她家的房租还高，就连大家加点饮料的时候，担心超出预算，她只好要了杯白开水。贞子突然感觉自己和朋友们不在同一个层级。回家后，看着丈夫和女儿欢快地玩耍，她心中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怒意，但她觉得自己生气也有原因。爸爸，你又挨骂了，快跑！嘘。那天去了超市，习惯节俭的女儿看见散装胡萝卜就高兴地叫了起来。他们高高兴兴地装袋子的时候，碰到了女儿的同学和她妈妈。女儿的同学一直缠着妈妈要买新玩具，因为前2天买的她已经玩够了。贞子注意到女儿羡慕地看着他们，她询问道是不是也想要，可懂事的女儿只是摇了摇头。走吧。过早的懂事让贞子的心格外的痛，觉得自己是不是节约的太过分了。她将这个事情告诉丈夫，可丈夫却说还不是你一直不让买。虽然事实是这样，但在贞子听来似乎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加上这段时间的情绪，她告诉丈夫得找个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今后的事情比较好。可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家里什么事情都由贞子决定的丈夫，只是表示他想怎么做都支持。而听到这的贞子一下子没压住自己的情绪，你怎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为什么都是我负责啊？大事小事都是，钱不够用，我每天都在思考怎么办。可这样的话在丈夫听来，就是嫌他赚的钱太少了。贞子也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可他确实不是那个意思。为了不想扩大矛盾，丈夫笑着说他想去睡一会儿，等下起来再吃。贞子知道自己不占理，可那种委屈感也是真实存在。她跑回娘家想冷静一下，家里人也不知道一直要强的她今天怎么了。贞子躺在奶奶晴子花40万日元买来的按摩椅上，突然很羡慕奶奶这样的生活，可以买很多质量好的东西，不像她只会省钱省钱，满屋子都是便宜货，连思想都变穷了。只不过这样的贞子看起来是有缺点，但相对的她有更多的优点。就像妹妹梅子说的，她的姐姐不会动摇，说省钱就贯彻到底，说结婚就果断辞职。小时候奶奶每年都会给他们3000日元的压岁钱，梅子在蛋糕跟漫画上一下子就花光了，但贞子为了买那个粉红色的钱包一点一点存了起来。全家都很佩服她的执行力，而如今的她会感到苦恼，不也正是为了大家幸福的未来？可以好好存钱的人是绝对可以幸福的。事实上，贞子的朋友小春也是这么想的。她的有钱男友在没跟她打招呼的情况下，帮她投了1亿日元的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还是男友的父母。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女性，她没办法就这么成为别人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玩偶。所以想听听贞子的看法，因为她的印象里，贞子不会迷茫，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可以那么早决定结婚，还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她真的好羡慕。贞子更是从来没想过小春会羡慕自己。也许我们总是在眺望远处高峰的时候，而忽略了幸福就在自己身边。傍晚的时候，
丈夫也带着女儿早就在家里等待贞子。她向丈夫坦白最近很烦躁，很迷饭，也非常理解丈夫和女儿一直都非常克制自己，但冷静下来的她还是想过着跟以前一样节约的生活，一点一点慢慢的存钱，一直笑着生活下去。丈夫也明白自己一直太过于依赖贞子，但今天过后他们一定会更加理解彼此的互相扶持下去。今后还请多多指教。